很多人身体湿气是很重的，湿气重的人可以自测一下，找到小腿上的一个点，我们把脚跟上提，这块肌肉就露出来了。在这块肌肉的下缘，这里就是承山的点位。如果湿气重的人一按承山这里，都会比较痛，或者是平时整个小腿就比较容易酸内沉。因为身体的湿气最容易藏在承山穴，所以承山穴是我们自古以来祛湿都要用到的一个点位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找一个工具，硬一些的工具。我这个是一个绿檀的梳子，用它的那个又大又圆的一个头去点按它，对准承山，稍稍用力的连续点按3分钟。很多朋友这里点按起来是非常酸痛的，湿气太重了，越是酸胀痛，越需要多多按这里，坚持疏通，酸胀感就会慢慢的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身体微微的发热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。我们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的腿，同样的方法，身体的微微发热，这就是膀胱经上的阳气在起作用了。身体的湿正随着微微升高的体温向外散逸。除了点按承山，还有一个更方便的祛湿补方法。这个方法出自南怀瑾老师《我说参同契》，这是一本奇书，其中记载了一个小古方。南师形容这个方法是个小偏门，本身是不外传的，但是他又觉得这个方法确实适合普罗大众来使用，因此他才把这个方子说了出来。他在书里是这样说的：6、7粒的花椒，一个干的桂圆肉，还有1小撮可以填满我们肚脐眼的艾油。把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捣碎、捣烂，搓成一个小球，就做成了。是一样的。睡前取3个，一个放在肚脐眼上，封上贴布。家里如果有白酒的朋友，可以在肚脐上滴上1滴白酒，促进吸收。剩下的2个稍稍压扁，贴在脚底涌泉的位置。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取出来即可。湿气重、脾胃差的朋友，按照这个方法贴非常好。人体内的三浊越多，身体就越差；相反，身体的三浊越少，身体就会越好。三浊是指身体日积月累的浊气、浊水和浊物。浊气就是指身体里的一些气体，比如放了屁、打嗝的气等等。浊气堵在心口就会难受，走到脑袋就会头晕眼花。浊水就是身体的湿浊，老爱吐痰的人就是因为体内浊水太多。浊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宿便。怎么去除身体的三浊呢？有一个大道至简的方法，下面我教大家。第一步，拍打排污开关中毒穴，它在大腿外侧，在风室下2寸。我们这样讲，我们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室，然后风室再往下量3横指，好，这里的位置就是中都。找到了位置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打。我们稍稍用点力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连续拍打10分钟以上，每天可以多次。这里是人体中焦的排污启动机关，我们想要排出三浊，一定要先激活此穴，把开关打开。我们把这个开关完全打开了，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这个三浊就是浊气、浊水、浊物，它们都是藏在我们腹部中焦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不难发现，一些人肚子大的、肚子硬的，都会有很多健康问题。那为什么肚子会硬、会大？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与三浊有关。如果肚子变硬了，像消化不良、胃口差、
上面热、上面寒这些毛病也会找上来。还有小腹变大、赘肉多，这都是三浊惹的祸。所以我们想要身体健康，想要身体的毛病少，腹部这里一定要柔软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我们用这个扁灸罐来操作。这个扁灸罐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刮一边灸，既有刮的疏通作用，也有艾灸温经通络的作用。我们借助罐子的力量，就可以更方便、更加彻底的推出三浊。想要这个罐子的朋友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扁灸罐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我们一定要把隔灰网这个盖子盖好。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用扁灸罐操作，其实和推腹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用罐子的话呢，比用手推更好。我们就这样拿着，先推中线，我是隔着衣服向大家示范，大家在推的时候是贴着皮肤来推，从上就是从剑突那里开始往肚脐方向推，就是中线，就这样子推，一直推5到10分钟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推两侧，我们先推左侧大家看着我的动作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推，推到我们的侧腰面，就到这里。这一边的时间大概也就5分钟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推右侧，也是从中线的旁边往腰右侧方向推，一定要推到右腰侧因为这里有带脉穴的位置。那么很多人在推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感觉到腹部会有痛点，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腹部是我们很多慢性问题的反射区，如果发现有这些痛点的话，我们要重点的去刮这些痛点，这些痛的部位。我们推的时候要稍稍用力，很多人刚开始推的时候，腹部这里有明显的痛感，这是正常的，继续坚持推。有些人在推的时候会打嗝，甚至会放屁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推到位了。继续坚持，坚持这样推，就可以帮助把积聚在中焦腹部这里的浊气、浊水、浊物一步步的推出来。我们坚持用这个罐子来推，肚子就会越来越柔软，中焦这个区域就会越来越通畅。大家要坚持做，把这三浊排干净，身体就会轻盈干净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今天教大家简单有效的判断一下自己的肝好不好。我们小腿内侧足内踝尖上7寸，我们可以这样量，4个手指呢就是3寸，再量一下，到这里呢就6寸了，再量一个横指，这里就是7寸的位置，再靠近胫骨内侧中央大概是这个点位，就是中都的位置。找到这个点之后，我们用大拇指按住这个点位，如果按起来非常疼痛，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嘴巴总是很干，胸胁这里胀胀的、闷闷的这种感觉，如果有，就要多留意一下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组动作，非常有利于肝胆的养护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做。早上起来疏通一条气生阳、又排垃圾的经络——胆经。我们把一条腿踩在凳子上，胆经的位置呢，在我们大腿的外侧面，大概和我们的裤缝线是差不多的位置。其实我们知道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用拍打的方法，一拍就拍一遍。我们从臀部开始，一直拍到膝盖的外侧。好，就这样力度适中的拍打，要回来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再回来，就这样坚持拍打5分钟以上，最好拍打到腿上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最好。敲完一边，再敲另外一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
很多人刚开始操胆经会感觉很痛，或者感觉胆经的路线上有疙疙瘩瘩的感觉，还有明显的疼痛点，说明淤堵得严重了一些。没有关系，坚持拍打就行。有句话说，胆经堵，全身堵。胆经不通的人，身体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、找不到原因的小毛病。中老年人只要有时间，一定要多疏通一下胆经，把自己的胆经给疏通开。好，早上疏通完胆经，晚上就要疏通肝经了。我是喜欢用这款经络拍来疏通，因为这样更省力，拍子很有弹性，疏通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拍子的力度更好。我们还加入了我们特制的材料包，全身都能疏通得到，像腰腿、后背，全身都能用到。喜欢的朋友在视频下方点击络穴养生。好，进去了。在我的头上下面，这里有进去的窗口，点击。好，喜欢的都能找到。肝经在我们大腿的内侧段，大概是这样循行的。我们两脚心相对，内侧就会展露出来。然后我们就拿2个拍子，从大腿根部一直拍到脚踝那里。其实肝经比胆经更敏感，更容易堵。很多人疏通肝经会感觉更疼，淤堵点也就会更多。没有关系，坚持这样疏通，把这些痛点全部疏通开了，经络畅通了，自然就好了。如果有失眠的朋友，现在一定要坚持疏通肝经，对改善失眠有不错的作用。好，以上就是疏通的方法，疏通的顺序一定不能搞错。拍胆经要在早上做，拍肝经要在睡前做，搞反了你可能会睡不着。另外，老人疏通胆经的时间不要太长。好，需要养肝的朋友坚持做。臀部易堵，全身受苦。臀部被称为人体寒气最重的地方，因为寒气有下沉的特征，加上久坐，容易让寒气淤堵在臀部。你可以摸摸你的屁股，是不是凉飕飕的？稍稍用力拍拍屁股，也会觉得很痛，说明有淤堵了。这里一堵，全身跟着堵。而夏季阳气旺盛，正是清洗我们体内寒气和毒素的好时机。今天分享2个动作，疏通臀部淤堵，将寒气毒素一泻而出。动作1：蝴蝶式抖腿。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脚心相对，双手捉住脚尖，脊背挺直，2个腿像蝴蝶翅膀一样，上下有节奏的扇动，能感到大腿内部有被拉伸的感觉。这个动作能打通腿上的经络，还能促进血液流入骨盘和腹部，滋养全身，特别适合久坐的人。做完后出现打嗝、排气，不用担心，这说明你体内的毒浊垃圾正在慢慢排出。我们就这样抖5到10分钟。动作2：刮灸8髎穴。8髎穴位于人体的腰底部，不是一个单独的穴位，而是8个穴位的总称。准备一个这样的扁灸罐，现在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温温的，再盖上隔灰网。有这个罐子的好处就是能一边刮一边灸。喜欢罐子的朋友，点击视频下方络穴养生，在头上下方这里有进去的窗口，点击，好，进去就可以找到了。刮灸之前，可以在8髎区域涂点精油，然后手持扁灸罐，上下刮灸8髎。我是穿着衣服给大家展示，大家刮的时候要贴着皮肤来刮，来回刮灸200下，很快臀部会有明显的热感，慢慢向全身扩散。8髎穴被誉为打开臀部气血的开关，刮灸8髎穴能把热力注入下焦，
打通臀部淤堵，祛寒排湿。现在上热下寒体质的人太多了，要多刮灸8、6穴，打通中间的阻碍，连通上下，平衡寒热。还有些人经常感觉到屁股凉、腿脚寒凉的，也要多刮灸8、6穴，打通上下焦的气血，温暖全身。当你脸上长斑、长痘、脸色差时，也要多疏通臀部，充盈我们的气血，养出红润好气色。总之，刮灸8、6的好处是非常多的，大家要坚持刮灸。